当众人回到阳城时，神医果然买了一座宅院，院子中树木葱葱，花草茂盛，环境清幽。萧云晴跟随神医进入院中，他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兴奋。在宅院中，神医开始传授萧云晴医术的精髓。神医教导云晴如何辨识各种疾病的症状，同时认识诸多不同种类药材的外观、特色与效用。萧云晴一心一意的学习，时常跟助神医外出收集药材，跟随他学习医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萧云晴的医术日益精进，他已经能够独立诊断疾病，配置药剂，甚至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判断还有医治。他的成长和进步让神医感到无比欣慰，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芙蓉则经营起一家小舞坊，他每天忙进忙出，忙住选址、培养舞姬、招揽顾客等等，总是忙得不可开交，精疲力尽。但是他脸上的笑容也更多了。彪虎则是继续处理一些县令交代的事项，有时会出任务，有时会办案，其余时间不是在练舞，就是三不五时买些糕点甜食，往芙蓉的舞坊跑，也可以说是非常充实。泽仁一开始潜心准备考试，闲暇时则与云晴讨论文学、政治的观点及想法，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。同时，在遥远的京城，一名身穿黑衣蒙住脸的探子正隔住帘子向另一侧的黑影汇报：大人，芙蓉窃取金玉所铸失败，并且已脱离组织，不但没因蛊毒而死，还在阳城开了一间舞坊。不过是个棋子，没了便罢，但敢坏我好事，是何人所为？回大人，是县令府下的门客范泽仁与徐彪虎。竟能击败芙蓉，还有办法解这蛊毒，他们什么来头？黑影微微皱眉。徐彪虎武艺高超，据说是二品实力，本是土匪，后因范泽仁改革土匪镇，而随其同行。范泽仁则是农村出身，被当地人誉为神童，以其聪明才智及文学造诣在阳城小有名气。此次芙蓉便是被这两人合力拿下，并且找到传说中的白玄清神医，成功解了蛊毒。徐彪虎不过一介武夫，不足为惧，京城多的是更强的一品高手。至于这范泽仁，倒是有些意思。大人要直接除掉吗？不，先派人暗中盯住，汇报其一举一动，若能为吾所用，便留之；不能则杀之。大人，芙蓉可需要我去解决？不必，随他去吧。是。玉璧，探子瞬身消失，屋内回到本来的死寂。黑影拿起手上的棋子，然后落在一旁的棋盘上，庞福在计划什么大事。时光荏苒，2年疏忽而过，范泽仁新居落成，乔迁之喜，邀请众多好友前来府邸做客。今日天朗气清，秋风送爽，正是阖家欢聚的好时节。范泽仁府邸坐落在县城南郊，绿树掩映，幽静雅致。府中布置简朴而不失典雅，庭院中栽满各色花卉，缤纷绽放，似与天际的阳光相映成趣。门口悬挂着大红灯笼，洋溢着一片喜庆之色。彪虎是最早到达的客人，身上的肌肉越发精壮结实，看得出比起2年前更多了成熟的韵味。一见范泽仁便双足一蹬，身形如虎扑食，直取范泽仁胸口。范泽仁不敢怠慢，运起内力，侧身一让，右手劈出一掌，直击彪虎肩头。彪虎身形一转，左掌如鞭，带风而至，击向范泽仁腰间。范泽仁身法灵活，向后一退，避开彪虎猛攻，随即出腿直踢彪虎膝盖。彪虎沉腰坐马，右腿一摆，与范泽仁的腿相撞，泽仁体格与力量上皆输了一截，被震得身形微晃，借力退了几步。好小子，这腿法不错。彪虎赞道。范泽仁笑道：“都是彪虎兄教导有方，接招。”说罢，左掌如电，直击彪虎胸口。彪虎哈哈一笑，双臂交叉接下此掌，气劲碰撞，神色不变，庞符毫无作用。彪虎不退反进，双拳齐出，如狂风暴雨般击向泽仁。范泽仁急忙抬起双手，勉强卸下彪虎的攻势。忽然，彪虎右拳如雷霆万钧之势，直击泽仁面门。泽仁急忙侧头躲避，但仍被拳风擦过，感到一阵热辣。好身法！彪虎赞叹不已，侧身而立。泽仁，你的进步果然惊人。泽仁拱手笑道：“若不是彪虎兄手下留情，怕我根本过不了3招，这乔迁宴也就办不成了。”此时，庭院内阳光斜照，红灯笼在风中轻摇。几名下人见2人比武，皆驻足观望，暗暗赞叹范泽仁的进步。范泽仁与彪虎收招而立，2人相视一笑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。范泽仁回头一看，正是萧云晴和芙蓉。
萧云晴身穿淡雅粉衫，芙蓉则一袭水蓝罗裙，两人并肩而来，笑意盈盈。泽人、木头，你们这是作甚？一见面就打打闹闹？芙蓉打趣道。范泽人赶忙上前迎接，笑道：“云晴、芙蓉，欢迎欢迎。刚才只是与彪虎兄切磋武艺，没想到你们来得那么巧。”萧云晴捂嘴轻笑道：“今日可是乔迁之喜，你们这样倒也热闹，不过还是得当心，别伤了自己。”众人正谈笑间，府外又有一队人马到来。只见县令大人一身官服，白神医手持药箱，诗人叶向松一手持诗卷，酒楼老板则提着一大壶美酒，皆是笑逐颜开。范泽人连忙迎上前去，道：“诸位贵客莅临，真是让小弟蓬荜生辉，请进，请进。”县令大人捋住胡须，笑道：“泽人，没想到短短2年，你就连中通考和县考，且都是位列榜首，果真没有看错你。这还得感谢县令大人给予我历练的机会，在县令府的10日，我学到了很多，感谢县令大人的赏识，才有今天的我。”泽人恭敬的回应：“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今天是开心的日子，大家就好好热闹热闹吧。”县令满意又骄傲地拍拍泽人的肩膀。白神医点头附和：“泽人，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成就，日后肯定大有所为。”诗人叶向松亦道：“泽人，今日之景如此美妙，恰逢乔迁之喜，我为你赋诗一首，当作我的一点心意。”酒楼老板笑道：“我带来的可是我们酒楼的珍藏好酒，保证让大家喝得尽兴。”范泽人心中感动，拱手道：“多谢各位赏光，请随我入内。”众人进入府中，席间布满美食佳肴，酒香四溢。范泽人亲自斟酒招待众人，大家谈笑风生，共话家常，其乐融融。彪虎举杯道：“来，为泽人兄乔迁之喜，大家干一杯！”众人齐声应和，举杯同饮。范泽人感慨万千道：“多谢诸位厚爱，今日能与大家共聚一堂，实乃我之幸事。2年前我初到县城，举步维艰，幸得各位鼎力相助，方有今日之成就。”县令大人笑道：“泽人，今日你成就非凡，这全凭你自身的努力与才华。未来的日子里，还请继续为民谋福，造福一方。”白神医点头道：“县令大人所言极是。泽人，你不仅才思敏捷，聪慧过人，为人更是刚正不阿，心系万民，实乃百姓之福。”萧云晴微微一笑，没有言语，只是看住泽人，心中替他开心，也知道自己并没有看错人，眼前的男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范泽人拱手道：“诸位厚爱，泽人自当竭尽全力，不负众望。”诗人叶向松展开诗卷，朗声道：“此刻时机正好，这首新作便赠与泽人，祝贺他的乔迁之喜。”众人屏息凝神，叶向松清朗的声音在庭院中回响：“新居落成宾客来，欢声笑语满堂开。此地风光如画景，泽人志向比天高。良在勤奋终有成，今日共聚喜心怀。愿君前程似锦绣，百姓安居乐陶陶。”诗成，众人拍手叫好，纷纷赞叹叶向松的才情。范泽人满心欢喜，感激的道：“叶兄此诗真是妙极，今日得此诗，实在是我之荣幸。”酒楼老板笑道：“有诗有酒，友友相伴，今日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欢声笑语不断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范泽人站起身来，敬了一圈酒，表示对众人的感激之情。天色渐暗，夜幕低垂，庭院中点起了红灯笼，映得四周如同白昼一般。叶向松突然想起什么，和泽人说：“太开心，差点把这事忘了。我下个月将举办诗会，想邀请你前来，各路的文人雅士都会参与，有兴趣的百姓也可围观，你可有兴趣？”既是叶诗人主办，我自没有不去的道理，我一定准时出现。泽人答应下来。酒楼老板举杯道：“来，大家再干一杯，为泽人的未来干杯！”众人举杯同饮，笑语盈盈。这一夜，范泽人府中灯火通明，歌声笑语不绝于耳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